上海市区有个路口，位于黄埔、静安、徐汇交界处，三个区防疫差别蛮大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。那么现在就跟着我镜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很有意思的路口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在长乐路陕西南路路口这里啊，这里也是徐汇、静安和黄埔交界的一个路口。之前也是看一位我们上海的博主拍的这里啊，很有意思啊，三个区的防疫措施各有千秋，从一个路口啊就能看出来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徐汇区和静安区的防疫措施啊。左边是徐汇区绿色栏杆，右边是静安区的白色栏杆。那么先来说一下左边绿色栏杆的徐汇区，有很多网友调侃啊，有点像动物园的铁笼子啊，路过的人不知道还以为里面是养着狮子还是老虎啊。但是你别看这个动物园栏杆吃相不太好看啊，但是徐汇区这次防疫工作啊，却是被各方肯定的，尤其是物资保障这块啊，特别突出。之前我也拍视频讲过了，有的街道甚至发了有20-30次物资，着实让我们啊很眼红。那么在防控方面呢，徐汇区也是一点不含糊啊，拧紧疫情水龙头，及时消杀，这两点啊做得非常好。种种的实干精神也让徐汇区这不就成为了市区内第2名率先社会面清零的区域吗？低调务实也让徐汇区这次在上海老百姓的心中啊地位陡然上升。大家看这个铁栏杆啊，设计的还是蛮讲究的，你跳呢也跳不出来，踩呢也没有地方落脚，可以说是很好的做到了与世隔绝的效果。这里面也是每隔几十米啊就坐着一位大白啊，下雨天，哎呀还是蛮难受的啊，穿着那么厚的衣服，突然感觉自己啊还是蛮幸运的啊，现在还能活动在外面。哎呦，在徐汇区也看到木板了嘛，估计是会不会问黄埔区借的这个木板，而且变成了一块涂鸦板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看完了徐汇区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静安区的防疫措施啊。他们用的是这种白色的栏杆。那么静安区呢，你像它没合并之前啊，老静安挤得是小了一朵朵啊。如果放在以前，防疫起来啊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但是近些年呢，因为静安区合并了闸北区，这个地域呢就变广了，管理难度呢也上了至少2个等级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看到静安区除了用那种白色栏杆，还用了这种黑色栏杆啊。这种黑色栏杆呢更加的矮小。那么静安区和黄埔区一样啊，也是老旧小区大地多啊，人口流动性呢也非常大，厨卫合用也成为了这次防疫最大的难题。不过现在来看啊，静安区似乎比徐汇区和黄埔区啊更加淡定，仅仅是用了这些比较低矮通透的小栏杆。这里呢我也看不出它是出于什么考虑啊，但是光从美观度来看的话，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颜值蛮高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用这种红色木板的黄埔区。那么黄埔区这次防疫难度也是不小啊，毕竟整个区老旧小区也比较多啊。我看之前有一篇报道啊，是这样说的：黄埔区老旧小区有330个，约占全区小区总数的57%，涉及居民25万人。而且这些老小区啊，里面很多还是厨卫合用的，可想而知这管理难度有多大啊。不过黄埔区毕竟还是黄埔区嘛，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，各种防疫小妙招也是应用尽用。你譬如他们拿这种密不透风的木板来做隔离，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，这个保密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好啊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黄埔区最后呢还是把疫情啊控制的不错。而且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，说疫情过后呢，黄埔区这边啊几个旧改地块也在准备加速了。毕竟面对疫情，这些厨卫合用的老弄堂啊真的是蛮危险的。肚皮也是有点饿啊，在路边呢买这个6个锅贴啊，得米刀啊，很长时间2个多月没吃了啊。路过这个襄阳南路啊，不对，路过这个襄阳公园这里啊，看到做核酸的一个点位，这个队伍啊也是蛮长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3个区啊，哪家防疫措施做得更有特色呢？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。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、点个转发。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，大家再会。